同样是核能，核聚变能到底比核裂变能好在哪里？可控核聚变的实现又到底为什么这么难？你知道吗？首先，核裂变和核聚变都是核反应的4大类型之一。所谓核裂变，简单点来理解就是指由不核和铀核这样较重的原子核分裂为2个或多个质量较小的原子，而核聚变则是将2个较轻的核结合形成一个较重的核和一个很轻的核或粒子。根据爱因斯坦的质能方程，核裂变和核聚变都是只需要微量的质量就可以转化成巨大的能量。不过相比于核裂变，核聚变所释放的能量要更大，并且核聚变反应没有高端核废料，对环境造成的可能性的污染和破坏要比核裂变小得多。最关键的是，相较于核裂变反应而言，核聚变反应的燃料供应充足，其中重氢在地球上的储量高达10万亿吨，而氦3在地球上的储量虽然极少，但在月球上的储量却极为丰富。据估计，月壤中氦3的总量在100万吨至500万吨之间。按照当前人类的用能需求来计算，月球上的氦3至少可供人类使用上万年。但是核聚变能虽然比核裂变能有很多优势，但是可控核聚变的实现却要比可控核裂变难得多。美国国家点火装置从2010年开始正式点火试验，一直到2022年12月5日才首次实现了所谓的能量净增益，达到了点火标准。仅成功做到了这一点，前后耗时就长达13年。那么可控核聚变的实现到底为什么这么难？简单点来说，想要让核聚变反应发生，那么不仅要通过巨大的压力或其他方式将众多原子核约束在一个小空间内，以增加它们之间相互碰撞的机会。其次，还需要极高的温度环境来让原子核克服彼此之间的电排斥力，最终让它们之间的核力吸引力超过电排斥力。事实上，2个原子核要靠近到原子尺度的10万分之一才有可能发生聚变，因此核聚变只有在超高温、超高压下才能发生，而人类目前还达不到太高的压强。不过核聚变所需超高温和超高压的效果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互补，也就是说，如果将温度提高，那么所需的压强就可以不用那么高。例如在太阳中心，压强高达2000亿个大气压，因此只需1500万度的高温就可以让核聚变反应发生。而我们达不到太阳中心那么大的压强，所以就需要将温度提高到上亿度。因此可控核聚变的难点就在于如何将聚变材料加热到上亿度的超高温，以及用什么容器来装温度这么高的聚变材料。最后问题来了，你知道对于这2个技术难点，人类目前的应对措施分别是什么吗？